扁脸猫为什么脸会扁下去？又称加菲猫、喜马拉雅猫、金吉拉，跟布偶猫比起来，谁比较难照顾？听说会流眼泪，睡觉很会打呼，那就开始今天主题，从零开始养扁脸猫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博。扁脸猫吃会会长，你之前不是布偶猫吃会吗？对，养了一种就创一种。是，这边是另外一个护法平安。前面4只的名字，当家花旦叉烧包妹妹，这么接地气的吗？这位是我们红顶艺人，第一男公关，母猫们都很爱它。长得最帅的，原来长最帅长这样。这只的话，它是我们的小奶茶 BB， 它是一只公猫嘛。这只是鸳鸯啊，鸳鸯。短毛的它叫 Mio， 所以它有分长毛跟短毛。对，那这只黑噜噜的是有同母异父的兄弟，他是汉娜小胖子。他们的关系怎么这么复杂？就同母异父来争家产一样。他的眼睛很像那种宫崎骏里面黑炭。哦，黑猫有魔法的感觉。为什么会想要养扁脸猫呢？因为太可爱了，没有办法抵挡它们的可爱。上次布偶猫的时候，社长也讲一样。不一样啊，布偶猫有一种仙气。它们就是很呆萌，跟一般印象中那种猫咪很有活力不太一样，它们就笨笨的，在家里走来走去也跳不高，就很像活体的移动摆饰这样子。以前我们家车上就会有一个这个，然后这边可以抽卫生纸。扁脸猫是怎么来的呢？所有的长毛猫都是从土耳其安哥拉猫演化而成的，脸是扁下去的状况。哦，所以原本脸应该是凸出来的。actually 到80年代，波斯猫都还是尖鼻子的。它是撞到墙壁还是？就是他们把鼻子越改越短，这种长相就变成凹下去的一个形态，这样。危险！他想要坏坏的。扁脸猫有几种嘞？2大主要种，一是波斯猫，另外一种是异国猫，很有异国风情嘞。应该是说，异国猫是从波斯猫跟美国短毛猫去配种，希望做到短毛的波斯样，但是异国猫也有长毛的。这一只就是传说中的异国吗？对，这只就是异国短毛猫，就是我们说的加菲猫。那它不是加菲猫，这只是波斯，但是它是喜马拉雅波斯猫。如果我们看一只异国长毛猫跟波斯猫，其实长相是没有差异的。异国里面血统就是有美短的基因，但是波斯猫是纯粹的波斯。CFA 认可的波斯一共有72种颜色。社长介绍常见的色系：一、单色系 solid 就是素色；2、重点色。喜马拉雅猫它就像布偶的重点色一样，耳朵、脸、手脚跟尾巴是最深色。喜马拉雅的特色到底是什么？是红暹罗那边遗传过来的。对，讲完端紫色的波斯猫，我们再讲另外一种。还有啊，3、金银色。印象中的叫金吉拉 ，Chinchilla Silver， 它是银色的金吉拉。这是银色。跟白色波斯不太一样的是，它的毛尖有一个毛尖色，银色的话会带黑色的毛尖，但是它会有点亮晶晶的感觉，有点法丝纹的那种感觉。对，银色的还有分银影色 （silver shaded）， 那它就是会比这个再深一些些，然后也有分金色的跟金银。Chinchilla 其实就是龙猫的同义字，那所以它的毛跟龙猫的毛其实是有一像的。丝绒，然后有毛。这几关是讲颜色就有。我知道我在哪里看过这个脸了，魔界的那个矮人哦，就是长胡子很多，然后喝酒的时候就喝成这样。扁脸的特征：五短身材，耳朵短，鼻子短，手脚短，身体短，尾巴短。那我吃胖一点可以变加菲猫。你现在跳得跟溜滑梯一样。不要拍人家屁股，帮他马赛克一下。让他爽的舒服。哎呦，很会。我看起来还是比较像矮人。很欧打，哇，好舒服哦，好像你。人称神之手。它会掉毛吗？很明显吗？非常会。波斯猫的毛非常难顾，因为它们是有一点像棉花一样的，很多层的，每天必须要梳。现场示范一下怎么梳。等下这是怎么回事？现在来到理容院。哦，超多的。养一只猫这么辛苦的吗？这一把就很好用了，他们这个排梳。那为什么要有那么多把？因为就是说，就觉得说，就是你想买我家有一只白色比较适合粉红色啊。
也会有不同的用途啦，像它的齿的宽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对，最主打是因为它抗静电，它的哇，你都不知道是吗？这一支号称黄金梳，因为它真的是金色的，然后这个真的是很抗静电，而且梳起来它们很舒服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弄蓬。买一次就是可以用它们一辈子，值得投资。最重要的是应该是脸部的整理，哦，化妆棉，那想帮他卸妆吗？因为他们常常泪水比较久了会变色，像是出去 party 一整晚，然后就回来之后这边全部都脱妆这样子。用这个猫咪专用的洁颜水、生理食盐水。他们擦个眼睛这么复杂的，我们都是水龙头直接呼一呼用。挤一点在化妆棉上，轻轻的把脸嘟过来，因为他脸很干净，然后这样擦擦擦，这样帮他按摩，他会觉得很像妈妈在舔他脸。扁脸猫很笨，它们吃东西很容易弄得满脸都是。就直接这样说它笨可以吗？应该是说因为嘴巴很短，所以吃东西比较不容易，所以我们也是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帮他们清眼睛以外清鼻子，耳朵也顺便的检查。他们的个性，他们会比较慵懒一些。哎呦，四肢短的，然后也不太能撒野。当然，每只猫还是要看个性的。传说中的会被摧毁的圣诞树，这么多扁脸猫都安然无恙。扁脸猫应该算是稍微比较温驯一些。如果是正常猫的话，哦，其实还蛮聪明的耶。扁脸猫像狗狗一样叫名字会过来。安娜酱，安娜酱。对，会耶，那个接了不会还你啦，他就那我家的好像也会。陪伴型宠物啊，很安静，亲人那样子。我不会完全同意，应该说他们很聪明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他们蛮笨的，矛盾大对决。因为真的就是傻傻的。我是觉得他跳不上去哎，我是觉得我们家的比较聪明。家长都说自己的孩子聪明。我们家汉娜真的很聪明哎。庭安现在要为他的宠物证明，教他一次就是说，6+6这盆，他真的教一次他就懂了。嗯，那个不是你的玩具哦。接下来庭安带我们去看他准备的居住环境。其实他们蛮喜欢有自己的个人空间。但是讲话反差很大。庭安蛮喜欢有自己的个人空间。好的，现在来到庭安为猫猫准备的秘密小基地，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呢？一些跳台。你不说他们跳不高？你可以发现，其实我没有做很高，而且他们会习惯待在自己喜欢的格子里。猫砂盆的话，2只猫我就放3个。但是它直接歪了你，这是大便的地方吗？就是我们以前都在厕所吃便当一样意思。窗户是让它晒太阳。是的，有采光，也可以看外面的风景。这边这个笼子是干什么用的呢？还有在准备迎接一个新成员。新猫回来要隔离。没错，熟悉气味，时段性的这样放出来一阵子，然后最后再让它们共存在一个空间。除湿机、清净机，整个夏天我冷气是开着，它们的舒适温度大概是21度到22度。这样喝它会满脸都是水。会满脸都是水。其实一开始猫舍主人也是蛮讶异，为什么我会养黑猫？对，有些人会觉得不吉利。黑猫有没有比较不怕脏？它们照顾起来是另外一个领域，因为它们是要像人类一样依照你的发色去洗，它就是要洗黑色，舔一直舔也会让它的毛色会有变化。好啊，舔会褪色。就是肚子这边。哦，这个真的有哎，看起来好像比较。对。它们的饮食跟布偶猫有什么差别吗？我自己是生食主义，生肉有内脏，有搭配一些南瓜泥可以帮助消化。扁脸猫最重要的是赖氨酸，保护它们呼吸道跟泪腺的。生食也很重要，是你可能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没吃完，一定要赶快收掉，不然它的生菌会过高。反应很大。没有了。洗澡会特别麻烦吗？跟我猫比。我觉得长毛波斯真的是最难顾的毛质，一定要全干，不然很容易得皮肤病，像霉菌什么的。我们都会用吹水机，光洗大概就要将近1个小时，然后吹干大概要2个小时。扁脸它们有什么常见疾病吗？它们的泪腺比较发达，那如果说眼睛没有时常保持干净、干燥的状况的话，很容易发炎。还有一些波斯比较常听到的一些疾病，例如说疱疹病毒、多囊肾，都是可遗传。猫舍在做培育的时候都一定要筛选掉这些遗传疾病的猫。你们2个家里面的扁脸猫有遇到这个问题吗？
有疱疹病毒的话，是眼睛会溃疡，但是治疗1-2周就复原。哦，不算是太严重的病症。对对对，你看那边10几岁都没我遇到。是12岁最老的，刚刚那只反射的猪猪，但是它就是老了就癌症。我们刚刚说的那些疾病也不是只限于扁脸，它们会比较容易发生。扁脸猫的优缺点，它比布偶更难过的感觉。然后它们的肠胃也是，肠胃不好。他们都说布偶是玻璃胃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扁脸的肠胃才真的是不好，动不动就拉肚子，因为毛多，所以常常吃到自己的毛，然后常常吐的那个毛球，这是可怕，就像香肠一样。它已经不是毛球，它是毛肠。对，毛肠、泪腺每天都要擦。他们因为可能也是鼻子短吧，睡觉还会打呼。天籁之音，疗愈，红打呼。老公就干它一个拐子。短毛是这样子一摸，手上是一整把的都是毛，像我的袜子。每天对，养猫人的，每天都要吸地，眼泪的关系，它会喷的墙壁都会有，就是眼泪。优点是回馈也很多。对啊，看起来傻萌傻萌的，但是真的很亲人到，就是他会想要毒霸你。我们家的奶昔，它抱我的脖子睡觉，他们真的很像小三或坐台小姐。另外一只短毛的叫圣代，他们好像有点分时段，放个监视器，然后发现他们自己在那边排班表，就是他们算是很温和。那是因为他们腿太短，没办法踹。或者打不到的。好的，那我们这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想要看更多扁脸猫的话，可以到扁脸猫吃会，是重开的，所以现在只500多人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那是牵手。还是把它背起来。你要飞的话也可以。听说阿富汗猎犬里巴打脸很痛。Cat 就是 Creators at Taiwan， 是为台湾新媒体创作者打造全新平台。想多了解 Cat 的话，就去下载哈维 Video App， 进入 Cat 网红馆吧。